江湖上险恶之徒比比皆是，我对侯爷可是毫不了解呀。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来不问世事。再说了，这种下流手段，我绝对不会做。信不信，随便你。两位都别激动。侯爷，顽石道长完全是因为掌门的惨死，急着要追出真凶。在言语上有些冒犯，请侯爷包涵。我想，他绝对不会认为是侯爷下的毒。随便你，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直说无妨。白云观一战，赤松道长的惨死，让所有人都认为赤松道长是输在蓬莱人的招式上，以致身亡。可是让人想不通的是，赤松道长的武功再不济，也不能身中28箭啊。另外，他身上的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所以我们武当希望当时在白云观的人都能来到这里，把事情给我们交代清楚。我们希望侯爷您能够讲清楚到白云观的来龙去脉。我这次来白云观的目的是为了我的女儿奔月，希望能够搞清楚她的身世之谜。为此，我和少林晴空大师与赤松道长相约来此。是掌门特意约的侯爷？是的，不过没想到在半路上杀出个呼延大藏来。哎，可是赤松道长告诉我说，他和呼延大藏的决斗，他感到很惊讶。他以为呼延大藏已经被侯爷给杀了。呼延大藏的功夫深不可测，只不过当时他不习惯在船上比武，所以才会输给我。但是他并没有死，只不过是掉进了海里。其实他武功非常之高，要杀他，并没有那么容易。这个蓬莱人，他的武功到底会有多高？说实话，没人知道。其实，在和赤松道长比武之前，我曾经想和大藏交手。怎么？侯爷和呼延大藏？当时道长心绪已乱，在下希望能助道长一臂之力。不过最终我和大藏未能交手，看样子是没有帮上什么忙了。蓬莱人的意志很坚强，在这一点上，赤松道长还没比武就已经是输了。那也绝对不会让对手砍上28箭。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，我也想搞清楚。不过我想道长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侯爷是不是疯了？有谁会愿意让对手砍上28箭？难道赤松道长是故意找死？难道他不明白这种事情传了出去，对武当乃至中原武林都是极大的笑话？当时在下根本就没有在场。道长，如果再这样问下去的话，我根本就无话可说。那么投毒的事又怎么说呢？赤松道长比武之前就中了铅毒，又如何能够取胜？那些日子，侯爷一直和掌门人在一起，下毒的事，难道能瞒过侯爷这样的高手吗？如果不是道长今天让我看骨灰的话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赤松道长是中毒而死。哼，身中铅毒，当事人一定会感到不适。赤松道长竟然毫无察觉，也没有跟侯爷提起过。从来没提过。好，好，好！堂堂紫衣侯竟然如此敷衍，将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死人身上，你可真是高明得很呐！啊！我很同情你痛失掌门人的心情，但是目前最需要搞清楚的是，究竟是谁下的毒？只有2种可能性：其一，有一个武功深不可测的人藏在暗处制造了这一切；或者是
出现在白云观当中的人。侯爷的意思是，凡是和赤松道长接触的人都有可能了。王大侠当日也在白云观里，所以你一样也有嫌疑。对，没错，在下那天恰巧路过白云观，所以特地拜见了2位掌门。因为在下有急事，所以就匆匆的离开了呀。所以，全都有可能对赤松道长下毒。道长，你别激动，我们为什么要给赤松道长下毒呢？哼，当然是为了赤霄宝剑和武林盟主之位啊！刚才不是还有人在外边说，怕自己一时手痒会上场竞技，搞不好弄个武林盟主之位来玩玩也说不定。我侯峰一向都是权位如粪土，更不会发号施令指挥江湖人士。刚才我只不过是开玩笑而已。哼，只怕侯爷这个玩笑开的不是时候啊！明天可就要举行武林大会了。参加武林大会并不代表要争夺武林盟主。好，如果我争夺武林盟主的话，五雷轰顶。侯爷言重了。我们现在希望在武林大会之前搞清楚是谁害了赤松道长，好给赤松道长报仇。侯爷，您是一言九鼎的豪杰。现在，我们希望早日找到凶手啊！好，我希望乾空大师尽快赶到，到时候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问问侯爷，和赤松掌门人埋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？这件事情等乾空大师来了之后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不用着急，这儿离白云观不远了。我怕去晚了，珠儿会有什么不测。我们中原人有句古话，虎毒不食子，意思是说老虎再恶毒也不会吃自己的孩子的。虽然我那个儿子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，不过珠儿毕竟是他自己的亲骨肉，不用担心，珠儿不会有事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不明白什么？珠儿和您都是性情中人，为什么您的儿子却……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当年为了让他学好武功，在王颠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岐山老祖那里。可惜岐山老祖行为怪异，为人阴险。你想，和这样的人生活了11年，王颠能不变态吗？这不能怪您，您只不过是想让自己孩子学上乘武功。其实，就算学会了武功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世上有多少人不会什么武功，不是一样安然无恙吗？有了武功，天天打打杀杀，你死我活，这样好吗？但是如果不会武功，那不是被人欺负啊？如果他没学会什么武功，也许我的家还在呢。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哼，更荒唐的是，他现在还是什么武林正派，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欺世奸雄。不过这次我来中原，才发现，所谓正派都是小人，反而邪派却有不少豪杰。所以你才跟我们邪派混在一起。你真的很喜欢我的孙女儿？我问你，是不是真的喜欢我的孙女儿？是啊，我是很喜欢您孙女，但是我现在被全武林追杀，我怕会连累她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有白水宫做你的后盾，你怕什么？你们俩的婚事，我做主，珠儿就许配给你了。多谢奶奶。
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但是一定要按照我们中原的风俗，好好办一场婚礼。不过，聘礼可一件不能少。可是我没钱。以你的本事，不会穷一辈子的，先欠着。不过，我可要有个欠条、字据什么的，你慢慢还。好。虽说你不是中原人，但是确实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。珠儿跟着你，我放心。不过有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什么事？您说吧。虽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可是我不能让珠儿跟着你回蓬莱去住，那么远的地方。到时候我要想孙女怎么办？等我老了，走不动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等我完成了我师父的遗命之后，我跟珠儿就会回到中原居住。这样最好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住一起啊。你愿意和我这个老太婆子一起住？这是应该的。那太好了。我这个老婆子孤独了大半辈子，这真是太好了。你们和我住是你们的福分。别以为我这老太婆只会杀人，我可是做的一手好菜呀。我可最会吃啊。走。前面就是白云观前院，虽然我来过，可这里地方很大，也不知珠儿被关在哪里。看来得费点功夫寻找。走吧，先进去再说。土聋子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出来了。圣母派你来的？圣母他老人家真是神机妙算，就知道你们到白云观，不知道从何找起，这不得派我来的吗？说那么多废话，还不如带我们进去。哎，你人怎么不识抬举？算了算了，他也是着急要找到我那宝贝孙女，你多担待点儿。你让他客气点。你这个土中神龙，不会是现在才来吧？切，等你们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呀，在这都打听3天了。那你一定有所发现。天底下还有我土龙子找不到的地方吗？哼，这么说，你知道珠儿关在哪里？那当然。哎，说实话，这白云观里涌了这么多牛鼻子老道，找个人还真不方便。虽然他们武功不怎么样吧，还总是白天黑夜的弄一帮人巡逻什么的，真是烦死了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珠儿到底在哪儿？这个嘛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冒犯你了。这还差不多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哎，地道已经挖好了，你们2位跟我来就是了。怎么，不相信我？这个地道可是我花了1天的时间才挖好的。你真的确定？不是我不信任你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趟差事我是100个不乐意。自从我们土灵丢了以后，所有弟兄们都在家老老实实的吃斋3个月。啊？你说我能愿意出来吗？要不是圣母非让我出来，我才不干呢。现在倒好，这地方也找着了，这地洞也挖了，却碰见2个不识抬举的。你妈也信不信？等牛鼻子发现我们，什么都干不了了。请你前面带路。
没那么容易。你带珠儿走。走。别想活着离开！你敢？按照我们武当的规矩，这2个人杀死了我们武当弟子4人，应当立即处死。不过，你们都是黄河狂侠的亲人，该怎么处置，看王大侠怎么说喽。哼，王大侠，好一个黄河狂侠，武林正派的领袖，不过是个逢场作戏、阳奉阴违的伪君子。别说了，按照常理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娘。应该好好孝顺你，可是你却加入魔教，助纣为虐，与天下武林为敌。为了武林的正义，我只能大义灭亲了。好一个武林正义！你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你是什么货色，我还不知道。在别人面前，你还能耍耍把戏骗人，在我这里，你就别再胡说了。哼！好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的母子关系已经不存在了，再见面那就是仇人。有你这么个儿子，也是我的耻辱。当初送你到岐山老祖那里学功夫，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侠。可是没想到，你却学会了一肚子坏水回来。行了，够了！你能不能放下？能不能离开邪教，离开那个白水宫？你不但自己不离开，还把珠儿也拉下了水。奶奶是对的。爹，你根本就不是正人君子。我不是，那个蓬莱人他是。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的？因为他不会在别人背后做见不得人的事，因为他不会耍手段害人。我害人？我害谁了？我害你了吗？我的亲生女儿？还是我害你了，我的亲娘？就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所以很多事情我才没有讲出来。那是我给你留面子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谁会相信你的鬼话？那好，既然大家不相信，哼，说出来也无妨。那天晚上，我们。奶奶！奶奶！
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等我把珠儿救出来？等你把她救出来，恐怕你这条小命也没了。我死又何惧？现在不仅没有救出珠儿，土龙子被杀，王大娘被抓，我这样回来，那简直不如去死。你以为你这样就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吗？我救你，你不感恩也就罢了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？我的使命就是把珠儿救出来。你的使命是拿到赤霄宝剑，而我的使命是要争夺武林盟主。你既然欠我的人情，你现在必须还上，所以你必须帮我夺下武林盟主之位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放我去救珠儿，还要赔上王大娘和土龙子？哼，就算他回来了，心思也不会在你这里，你何必在意那个小丫头？我不准你这样说珠儿。我派人帮你，是怕你遇险坏了我的大事。如果你偷偷的把人救出来也就罢了，没想到你还打草惊蛇。你为了那个丫头这么做，这么冒险，值得吗？你简直是冷血，没有同情心。我要夺宝剑，也不是为了帮你夺武林盟主。好，就算我冷血，就算我没有同情心，可是你别忘了，要成大事，就得保存实力。这个不用你来教训我。王爹我还是了解的，珠儿和王大娘毕竟是他的亲人，他们暂时不会有危险。这个很难说。另外，赤霄宝剑在晴空大师的手里，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到白云关。就算他来了，我也不怕，我谁都不怕。我知道，等老和尚一到，天下武林第一流的高手全都到齐的时候，你要夺回赤霄宝剑，你有没有算过你要打多少个硬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谁都不怕。那你至少也要学会聪明一点吧。我不是你的仆人，你休想利用我。胡言大造！你别鬼迷心窍！我跟你说吧，你欠我的人情必须还上。你救珠儿只能坏事。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珠儿。你别再过问我的私人感情。好，大藏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该讲的道理我也跟你讲清楚了，该怎么做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不希望最后你什么也没得到，不论是赤霄，还是那个女孩。什么人？在下方宝玉，这位是奔月姑娘，我们是来参加武林大会的。请问紫衣侯是不是已经上了白云观？你们和紫衣侯什么关系？我们和紫衣侯是一起的，因为有事情来迟一步。有何凭证？我何必骗你们？最近武林各派都上了白云观，也有一些不孝之徒想浑水摸鱼，我们武当没请的人一律请回。牛鼻子，给我让开！姑娘，别为难在下。有本事你们动手啊！嘿，我就知道你能打败他们。乱动什么手啊？打又打不过。哎，冰月，我们可以好好说的嘛。在下绝无恶意，我们的确是和紫衣侯一起的，得罪了。走吧。
怪上的牛鼻子在哪里？给我滚出来！牛鼻子，滚出来！大师，武当的道兄，你给我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武当派只有道人，只有牛鼻子，没有兄弟，只有仇人。住持已经圆寂了，是被武当的贼人害死的。你们看看住持身上的剑伤，是武当派的独门剑法留下的痕迹。哎呀，没想到上次在白云观，竟是见大师的最后一面呢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他这是明知故问。牛鼻子，我今天扛着师兄的遗体上白云观，就是来讨个公道。你别血口喷人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太放肆了！你，青天大师，请息怒。哼！我师兄秦空在少林闭关，没想到却遭到了你们武当的毒手。你们的住持死了，凭什么就断定是我们武当所为？有剑伤为证，你别想赖！哼，凭着几道剑伤就说是我们武当所为？我还本想去问问少林住持，我们赤松道长是怎么死的。牛鼻子，我大师别冲动，宝玉知道大概的情况，千万别冲动。不可妄动，说得轻巧。哼，凶手可曾想过不可妄动？武林大会之前害我掌门，让我少林经受灭顶之灾，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？哼！我们武当掌门赤松道长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我还正想找你们这些臭和尚问个清楚呢。就算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你，哎，两位都别激动，凶手是十分歹毒，我们一定要找到真凶。既然大家都见了面，有话好好商量啊！我看这样，能不能让晴天大师到里面慢慢说？哼！少林住持，我师兄晴空惨死在你们武当剑下，道长到底怎么解释？我不用解释，根本就没必要解释。师兄身上所受剑伤，明明白白是武当剑法，难道我还诬赖你们？武当到底讲不讲道义？杀人偿命？哼，什么杀人偿命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武当道士杀了晴空啊？现在这白云观上，上上下下有几千号武当道士，又有哪个有本事杀了晴空？你倒给我说说看呢？岂有此理！我师兄明明是中了你们武当剑法而死，身上的剑痕清清楚楚，难道道长还想抵赖？哎呀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就凭几道剑痕，就能确定是武当杀了人？你疯了吧？哼！现在的武当和昔日的泰山北斗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，少了赤松道长，就更没了那仅有的一点正义之气和大家风范。
我看这白云观上，倒是充斥着不少丧心病狂的疯子，就像你一样。你大师说话客气点，这里容不得你撒野。你大家先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。坐下，坐下。好了，今天你们少林死了人，大师扛着尸体，当着全天下武林人士的面，矛头直指武当来兴师问罪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作为主人，我不跟你计较，还把你请到大殿来好好商量。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了。我看你们才是欺人太甚，跑到少林寺兴风作浪，杀了人还翻脸不认，我今天岂能容你？哼！别人怕，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你，两位，冷静，此事绝没有那么简单。没错，晴空大师身上的伤确实是武当剑法无疑。普天下能用武当剑法伤得了少林掌门的人，我相信恐怕也没几个。至于说凶手在不在白云观，还请戴主持慢慢追查。侯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是我故意隐藏凶手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们武当有这样的高手，你们早就身首异处了，没什么好讲的。你们少林寺死了人又怎么样啊？我还没问问你，我们赤松道长的死是怎么回事呢？你，白云观之约是晴空请我们掌门人去的，结果呢，却跑出来一个蓬莱人来。赤松道长比武落败也就罢了，但是不但丢了性命，而且还被砍了28剑。一提惨不忍睹，堂堂武当掌门就这样让人给埋了，而且还埋在一个不清不楚的女人身边。你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要不是我们武当弟子及时赶到，将掌门遗体运回武当火葬，恐怕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赤松道长是身中千毒而死。你们这些死牛鼻子不得好死！赤松道长已经惨死，你们不让他入土为安，反而挖了他的坟，掘了他的墓。你们算什么正直忠义的武林豪杰？你们算什么中原武林的英雄豪杰啊！你啊，奔月姑娘，赤松道长是被人毒死的。要不是武当的人把道长的遗体火葬，恐怕这个阴谋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到底是谁下的毒呢？当初在白云观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也包括你们少林主持。住口！我看你才像下毒的阴险小人！你，两位说话请三思，千万不要这么冲动。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赤松道长之事确实疑点重重。不过我知道，赤松道长和晴空大师交情很深，而且晴空大师一生光明磊落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如果道长你说这样的话，恐怕有损武当的名誉。哼，光明磊落，笑话！我告诉你，之前我已经给足了你们面子了，今天索性就撕破脸皮。你以为我们武当是聋子是瞎子？你以为你们少林的住持偷偷摸摸的抬着一个女人上白云观，我们武当就一无所知是吗？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约了我们掌门，抬了一个女人，又莫名其妙的跑出来一个蓬莱人，还把掌门人的尸体和那个女人埋在一起，难道这一切能叫光明磊落吗？我杀了你！没事吧？晚辈贸然出手，还请戴掌门恕罪，也请戴笠掌门能够冷静一些，一切事情都可以好商量。俗话说，骂人不揭短。戴笠掌门是江湖领袖，是武当派的掌门人，
那就应该谨言慎行。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教训我？晚辈方宝玉，是清平剑客白三公的外孙。哦，原来是方少侠。失敬，想必胡不愁和少侠渊源非浅吧？胡师兄是在下的知己。宝玉，你长大了，还学了一身好武功，你外公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。白大侠的后人有如此的进步，确实是可喜可贺呀。不过，今天在这大殿上，我们有更重大的事情。武当和少林的掌门都死了，双方又都怀疑是对方所为，这事情的确是十分难办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就更糟糕了。不知侯爷您有什么想法？啊，不妨直说你有什么想法。我哪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只是希望大家在武林大会之前有一个了断，不要影响了推举武林盟主的大事。推举这个词用得好，少了一些霸气，多了几分和谐。好，在下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也许能解决双方的矛盾。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武林中人，以往在武林中有任何解不开的疙瘩，都以比武的方式来解决。今天，不妨也可以用这个办法嘛。那可不行，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乃是泰山北斗，如果要搞得两败俱伤，对武林和中原都没有好处。当然不会是两败俱伤了，比武有比武的规则，又不是生死决斗。我看，侯爷，你和我就做一个公证人，让武当和少林来一个真正的比试，双方点到即止，不能痛下毒手，输者要听从对方的处置。少林求之不得，武当难道会怕你？不行，如果两方中的任何一方赢了，就可以随意处置对方，这样可不能算公平。侯爷，您不用担心，在下所谓的处置，是指输的一方要在自己的地方给对方掌门设置灵堂，操办祭奠，并且行3拜9叩的大礼，从此双方的恩仇一笔勾销。这么说，两位掌门的死因就不必再追查了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查可以慢慢的来嘛。我们比武的目的，就是要在查明之前，双方不要有仇杀。不论是武当还是少林，都是练武的人，只要在武功上分出高低，那就能约束众人。哎，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。好，就在这白云观上比。如果我输了，这大殿就让你改了灵堂。那你现在就回去准备吧。哼！我来见圣母。圣母在等你。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前天对你说的话有点重了，希望你别介意。我也不对，毕竟圣母对我有救命之恩。人总是会冲动的。我叫你来是有话对你说。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我们中原有一句老话：“双拳难敌4手。”我不明白。就是说，一个人再怎么能打，也很难同时对付好几个人。但我曾经对付过几10个人。那是因为他们畏却你的武功。但他们没有退却。他们在没有出手之前已经退下阵来。通常一个人是用7分的功力来保护自己，3分的功力来对付别人。你是想说，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，这3分攻击都无法完全发挥？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不怕死，
你是极少数的，你能活到今天已经算奇迹了。夺宝剑救珠儿的事，凶险实在是太大了。没人能阻止我。是的，救人呢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记得你离开白水宫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诉过你，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多想一想，能智取的时候千万不要动。难道你忘了吗？没时间想那么多，尤其是救人的时候，更没时间去想。如果说为救珠儿而死，我觉得值得。我记得你离开白水宫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诉过你，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多想一想，能智取的时候千万不要动。难道你忘了吗？没时间想那么多，尤其是救人的时候，更没时间去想。如果是为救珠儿而死，我觉得值得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我们这次来到白云观非同小可，如果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毕竟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武林。这是你们五行教的事，跟我无关。你不是想拿到赤霄宝剑和救珠儿吗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帮我得到武林盟主之位，我就将赤霄宝剑送给你。你想我怎么做？我让你这段时间听我的吩咐。不可能，我向来都不习惯听别人指挥，也从没人指挥过我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拒绝和王大娘一起上白云观呢？你不愿意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为什么和土龙子一块下地道呢？要不是他们，你能那么顺利地救到珠儿吗？土龙子可是我的手下，是我让他帮你的。现在他死了，就算你不想帮我，你至少还欠他一条人命吧？他可是为你而死的。你们中原有句古话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”我偿命。现在就是你报答的时候了。我不是在害你，我是在教你。如果你还想拿到赤霄宝剑的话呢，你最好听我的。你想我怎么做？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要把这杯茶喝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觉得你不太像蓬莱人，倒像是一个仗义的中原侠士。我是蓬莱剑客，我在那里长大。那你的父母是谁呀？我师父。自从我有记忆之后，就只知道我师父。那你身上的纹身也是他刺的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是。那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是跟师父长大的呢？现在你知道了。骑兵掌门，什么事？外面有邪派人士上山。武林正邪，势不两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独闯白云观！不用跟他废话，先宰了他再说。宰了他！宰了他再说。杀我不难，不过杀了我，你们这些人谁也别想活着离开白云观。五行神教已经合并，白水圣母已经把你们白云观团团围住，谁要敢轻举妄动，人人不得好死！别听他的，杀了他再说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当年，我们就曾重创过魔教。今天，我们一样不会放过你们。哼，想动手也不用着急嘛。俗话说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我是来下战书的。这里不是朝廷官府，更不是什么军中大帐。
哼，你们不是名门正派吗？不是事事都讲道义吗？怎么着？你们今天这么多人，是要跟我一个人过不去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白水圣母的亲笔信。我们圣母这次也是为了武林盟主之位而来的。说不定，这次武林盟主之位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们武林正派推举盟主，与你邪派何干？哼，你们没有资格。你们不是事事都讲规矩吗？我们也是武林中人啊，论声势，论武功，今天的五行神教无人可比。难道你们害怕了，不敢和我们动手？你们不配。你们全是一群胆小鬼，只会关着门自己玩。什么少林派、武当派，全是吓唬人的。我看是不敢跟我们较量吧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我们武林正派推选出盟主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剿灭你们魔教。如果让魔教当了盟主，那我们这仗跟谁打呢？谁打？你们呀，也就是会耍耍嘴皮子，想和我们五行神教作对，那真是自寻死路。是吗？我听说前2天，在我们的后院还杀死了一只大老鼠。听说是你们五行教养的？我们土龙子就是死在你们的手上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的。咱们走着瞧。杀他！杀他！杀他！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我们就放他一马。这个战书我们接了。如果你们敢胡作非为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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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告辞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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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你还在为我加入白水宫的事情生气。你也是为了完成你们大宛国国王的使命。可是你不应该瞒着我，我以为你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其实圣母的话也有些道理。青木堡和白水宫都是江湖的帮派，有帮派就有厮杀。只是我爹是青木堡的堡主，而这场厮杀他输了。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。人都是会长大的。最让我痛心的是，我誓死保护的神木令牌，居然是假的。我爹竟然骗了我。这是你要加入白水宫的原因吗？因为你还没有完成使命，我要帮你。在一切成功之后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你不信我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很感动。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还愿意为了我归顺圣母。
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我一直怀着信念，要为我爹报仇。可是我看透了江湖的恩怨，自然也就明白了白水宫和青木王的仇恨。我复仇的心淡了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命运安排了我们的道路。我知道，我们都曾经是沦落天涯的孤鸟。以前我一直以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要一个人面对。现在我有了你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世上什么才是真的，至少我不会忘记我们三人曾经结拜过。至少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。答应我一件事。今后无论你做什么，想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不然来不及回圣母的营地了。你又来偷酒了？二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的雅兴啦。怎么你们认识啊？这位是金祖阳金大侠，紫衣侯说他的剑法是武林天下第一。这位是木狼神君，怎么你会在这儿呢？我是追个人，跑到这儿来，就被你的酒香给勾到这儿来了。看来剑侠的鼻子果然灵通啊。那敢问金大侠是从什么地方追过来的？我是打白云观过来。怎么，你们不知道啊？今天这白云观呐，要组织一个武林大会，那人可多着呢。我们也是为这个来的，只不过我们是五行教派的。对于那些所谓的正派来说，我们是邪派。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正派邪派，只有这会喝酒的，不会喝酒的。这么说，我们和金大侠是一样啊？我们是同道中人呐。昨晚跑哪儿去了？什么都瞒不过圣母的眼睛。这有什么好瞒的？你们比原定的时间晚了2天，肯定是游山玩水去了。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能看得到的，比如说，我就看不透你木狼的心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为白水宫效力，就绝不会食言，对圣母也绝无二心。有没有二心也无所谓。圣母这么讲，我就无话可说了。我既然敢收留你，我就不怕你有什么想法。可你要明白，你现在是五行教的人，没有什么白水宫和青木堡之分。我们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够有办法去对付中原武林的人。如果我们之间要是不团结，互相猜疑的话，得利的只有少林、武当那一帮人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现在大敌当前，你们2个除了用心做事之外，还要记住一件事情。请圣母吩咐。大藏的武功很高，我希望他能帮我夺得武林盟主之位。你的意思是让他出手去对付白云观那些高手，是吗？不完全是，到时候我们也会出手的。现在白云观上高手如林，如果我们要成功，是不能硬拼的。我们今天还碰到了金祖阳，那个家伙武功确实不错，圣母也认识他，曾经交过手。不说那个醉鬼了，现在大藏的心思都在救珠儿身上，我怕他到时候会分心，害了自己。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如果比武的时候，白云观拿珠儿要挟大藏，你们说大藏会有心思打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大藏一定会分心的。
那就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这就是我最担心的。看来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把白云观围起来，不轻易上山的道理了吧？一来是希望你们跟大藏好好解释清楚，二来是希望给我们点时间，能商量出个计划来。圣母，大敌当前，我相信大藏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那倒未必。这个小子要是冲动起来，是谁的话都不会听的，只会按自己的意愿办事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劝劝他。还有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你们两个很冷静的人在他身边提醒他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木狼，我知道你和大藏的关系最好，他什么都愿意听你的，所以你更要好好的帮他。这不仅关系到武林盟主赤霄宝剑的事，更主要的是关系到他的性命。明天是9月初9，武林大会的日子。我明白了。明白，这种比武就好比车轮战，越早上台的人，面对的对手就越多，很艰苦。所以通常各大门派派出的人都是举足轻重，而且武功不会太差。那这跟我们蓬莱的比武方式不一样，我们都是直接向对手挑战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如果有人向你挑战，你绝对不可以应战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盯着你主要的对手，看他行动，你再决定。是9月初9的大日子，王大侠，你也要上去比试比试？废话，不然我大老远的跑到白云观来干什么呀？哎，今儿个可是9月初9，比武推举武林盟主的大日子。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？来这儿的人都知道，还用你们跟我说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找茬啊？影响我准备？嘿，我们疯了，敢惹你？我们这不是帮衬你吗？你们来帮衬我，就给我闭嘴！相信诸位从各地赶来，都盼望着这一刻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江湖上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武林盟主武当的掌门赤松道长不幸仙逝，少林主持晴空大师更是莫名惨死。这一变故已引起少林和武当的一些误会。所以，今天在选举之前，少林和武当已经同意，双方要进行一场比武，用我们武林中人最能接受的方式来化解矛盾。胜者有权要求对方
摆设灵堂，披麻戴孝，为死去的掌门祭奠。少林和武当弟子在这场比武之后，严禁再动手寻仇，否则，所有武林同道都有责任对滋事者严办，杀无赦。这是一场公平的比武，双方点到为止。在座的各位都将是见证人。哎呀，点到为止，要是止不住怎么办呢？就是，晴天和顽石过招，打急了谁敢上去劝架？那不是找死吗？搞什么名堂？不是说选武林盟主吗？怎么变成了武当和少林的仇杀了？哎，对呀，说的有道理。各位，武当和少林的弟子，两大门派，分别是我们中原武林的中流砥柱。大家千万不要冲动。如果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真相的时候，就已经结下冤仇的话，这样对中原、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今日的比武，乃是权宜之计。之后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。我们的掌门人，就是被这些少林臭和尚害死的。对，就是少林害死的。胡说，是你们害死了我们方丈大师。对，是你们害死的。大家先冷静一下。今日的比武，其实是为了消除大家心中的怨气，并不是代表可以互相残杀。如果今天谁要是让我看到主动伤害别人的话，我会第一个阻止。在下紫衣侯，希望今天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可以搞清楚事情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捣鬼。请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向两大门派的弟子做个交代。这两个人在性命相搏，非出事不可。真希望晴天大师赢了那牛鼻子。再这么下去，一定非到处人命不可。堂堂少林就这点能耐，哼，收拾你绰绰有余。
王氏道长极有心计，他知道这场比武一时三刻分不出胜负，他这是在耗擎天大师的真理。那可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我都能看出来，我想擎天大师也一定能看出来。大师，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。拿剑来！这不是胡言荡丧！我要你的赤霄宝剑。我先杀了你！有道！破我的剑法。大藏，走！3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。道长，不可无礼！不，把剑放下。胡师兄，先把剑放下。宝玉，你曾经有这样的感受？当年，我的师父，你的外公白三空，惨死在蓬莱人的剑下。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？现在，我的掌门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我又是什么滋味？胡师兄，我了解你的心思。可是，少林武当有约在先。有约在先？不是有约在先，点到为止吗？可是，他们把我们的掌门打成了重伤，这也是有约在先，这也是点到为止吗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杀了他再说。你这点功力打不过他的。胡师兄，胡师兄，这位是我是个酒鬼。哎，你又是什么人？如此狂妄，竟敢坐在大殿的正位上！看身手，想必是江湖上人说的醉侠吧？在黄河狂侠的面前，我怎么敢称这个侠字呢？
这个金大侠是不是在白云观做什么坏事了？怎么连性命都不敢报上来呀？就是因为我什么事情也没做，否则赤松道长就不会死了。哎，我正有事要问问金大侠，这个白云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白云观上的事情，你们不是都已经清楚了吗？怎么还来问我？难道我还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吗？赤松道长惨遭毒手，现在我师兄又遭遇了不测，请金大侠能帮大家解开一些谜团。赤松道长身中28箭，但是我相信他在比武之前就已经中了毒。中毒了？没错。比武之前，在下也曾陪赤松道长练过剑，后来在下也曾表示过，希望能够见到蓬莱人的绝招，不然无法破解呀。没想到道长把在下随便说的一句话记在心里了。原本道长是不会死的，如果他交出了赤霄宝剑，那么他就是对全天下的仆役；如果他比武输了，又不能交出赤霄宝剑，那么他就是自食其言呐。赤松道长一辈子一诺千金，让他出尔反尔，还真不如死了。可是这依旧不能解释道长为什么身上中了那么多箭。这既然都是个死，那为什么不能死得有意义一些呢？你的意思是，赤松道长是自己找死？赤松道长的身上留有28道剑痕，他是想让在下清楚地知道呼延大藏的绝招，以便寻找破解之法呀！荒谬之极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这武当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大笨蛋当掌门呢？你说28剑给你留下了破解之谜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说你的眼睛是不是瞎了啊？刚才在擂台上，那蓬莱人使的那一绝招，原本是无人可以破解的，在下不是挡下来了吗？虽然紫衣侯曾经见过一次，而且也给在下演练过，但那毕竟是在船上。呼延大藏的绝招已经完全走了样，所以才败给了紫衣侯啊。可赤松道长身上的伤就不同了，从伤口的方向、深度都很准确地反映出这一招的力道。为了让在下清楚地看到这一招，赤松道长他撑到了临死的最后一刻。道长，临死宝不痛。道长他是死意已决，他是想用身体来给我们一些线索呀。什么线索？是想从这些伤痕上看出呼延大藏的招数，以便让我们找到破解的方法呀。起初我还一直不明白，赤松道长临死时为什么非要说出这4个字。万世道长，你能够明白吗？哼，那是纯阳剑法的第10招式。道长还是蛮用功的嘛。赤松道长临死时挣扎着要告诉在下，就是在面对对方的绝招时自己所使用的招数。他是想让在下清楚地明白，在整个对阵的一刹那的过程啊。武当剑术最讲究的是观察对手在出招时的变化，但是这次赤松道长先让自己出招，
很明显是为了留下剑痕，让大家知道。这种气魄啊，你们在座的谁有？万世道长，现在应该明白了吧？那下毒的事又该如何解释？在白云观上的人，每个人都接触过道长，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有嫌疑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一个武功深不可测的人，在操纵着这一切呀。这一点，我和紫衣侯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你是说，有人在暗地里下毒了？你觉得不可能吗？老衲不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，但是不知金大侠是否有证据啊？证据嘛，目前倒是没有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能从中看出些名堂来。你太冲动了，不是跟你说要听我的命令吗？要我取消比武？我们知道你很想得到赤霄宝剑，可是白云观上高手如云，就算你赢了王颠、紫衣侯，可是还有金祖阳呢。今天方宝玉的功夫绝对不可小视。这还是在明处的，在暗处的高手更是如离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硬拼呢？我来中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拿到宝剑。无论对手多强，我都不能退缩。没有人让你退缩，只是跟他们硬拼，实在太没有意义了。我们都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还要救珠儿。如果你有什么意外，那珠儿怎么办？就算你救得了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当初答应你救珠儿，完全是因为看在王大娘的面子上，毕竟珠儿是她的孙女。可是你呢，非亲非故，非要从人家爹手上把人给抢过来。你成功了，全天下人都会追杀你；要是不成功，你的小命就只能丢在白云观。你答应让我救珠儿，让王大娘、土龙子帮我，完全是为了骗我来白云观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不过是帮你夺取武林盟主之位。我何须骗你呢？只要你知道赤霄宝剑在白云观，你自己都会来。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以强夺。大藏，木兰跟圣母说的对，你还是不要太冲动了。我们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只要你肯听我的，你我就都会成功。像你今天这样冲动的出手，实在是不应该。以后这样的错误，不允许再犯了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不要打这一仗。如果你实在非要打的话，给我带上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杀人神水。只要你按住底部的机簧，神水就会弹出来。就算擎天有3头6臂，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。这种东西我不要。现在不是讲规矩的时候。你真的以为那些人是正大光明的吗？你还真以为是自己剑术高明杀了赤松，对吗？你别做梦了。你记住，江湖上只有成名和活着的英雄，没有仁义和死了的英雄。我要的是公平比武，真正的决斗。可是你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比武。你和紫衣侯在渤海之滨的决斗，你被迫在海上交手，结果你输了，险些送命，这公平吗？还有，你和赤松的比武，赤松是因为之前就被人下了毒，结果他死了，你赢了，这样的交手也公平吗？你别做梦！大藏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，别忘了珠儿还在等你，你不可以有任何闪失的。别人怎么做我不管，我不会做这种欺骗的事情。你这是自己骗自己。
大藏，师母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你也同意啊？即便你今天杀了那个大和尚，还会有很多的高手围着跟你交手。车轮战对你不占优势，我们只能智取。这又不是什么智取。我们在青木堡偷袭敌人，那不是智取吗？为什么那时候你可以，而现在就不行了呢？怎么都好，反正我不会那么做，只有你会那么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种事只有你才，只有你才会做。大藏，大藏！你的爱永远是心中的秘密，肯定你，我永不后悔。为了你，我忘掉所有恨与泪，哪怕有家不归。和你走再长的路也无所谓，只要让你为我把长剑收回。你的泪不为红颜又为谁？你的泪又为谁？孤独的人，有我在红尘中陪你醉，不放弃，爱你到天涯都无悔。花开花落不变的是